大家好，欢迎来到邱明杰的频道，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邱。观看我的影片，让我们一起骑着脚踏车，看到更宽更广的世界。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Everybody！ 我们现在人在新店捷运站，那我们97850救救点阅率97850这组神秘数字是台湾车友应该都要知道的。顾名思义，我们要骑台9线、台7线、台7甲线、台8线，然后到全国公路最高点武岭。今天的骑乘记录，请参考我2024年2月28日的骑乘记录。我们于凌晨0点在新店捷运站集合出发。对，我们省略了从台湾公路原点台9线0K 处到新店捷运站这段，少了约11公里台北市区的路段。那我们今天的骑乘就叫0.97850套的97850。夜骑台9线的北宜，伸手不见五指有够暗。俗话说，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平日常做亏心事，半夜就怕鬼来找。因为我平日常常做亏心事，所以我超怕鬼的。此时我只能死死咬着集团不能放掉，因为一旦放掉，就要自己一个人夜骑北宜。我怕。经过大名鼎鼎的百韬桥，这边就算是北进武岭的起点了。跟大家科普一下，百韬桥是纪念国共内战之中徐蚌会战战败自杀的国军将领黄百韬而命名。终于天亮了，天气也放晴了。我们是在2024年2月28日骑97850的，我是2024年2月6日在泰国摔车的，所以我已经3个礼拜没骑车了，就被画面中的小熊哥找来骑97850。我本来是直接拒绝小熊哥的，可是小熊哥实在太想要看到我骑到 Q 去的样子，小熊哥开出一个我无法拒绝的出场费，我见钱眼开，为了5斗米折腰，我只好出卖自己的肉体跟灵魂。因为我的 Diesel 3神号正在修理，今天骑旧车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人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我只能说，我现在非常想念我的 Diesel 3神号。思源垭口到了，之所以会叫垭口，因为每次骑到这边都会让人感觉哑口无言。以上是我乱说的，垭口指两山之间最平缓的地方。思源垭口到武林农场这段路是很多人很喜欢的路段。现在来看这段路风景优美，汽车很少，可是我们却在这段路发生过悲壮的故事。10几年前的某个228假期，我们从新竹骑脚踏车走渔老街北横，然后再接北进武岭。现在的车友称一日渔5，从渔老到武岭，也就是77850的加强版。当我们骑过思源垭口时，也就是画面中的这段路时，遇到大塞车，这段路被塞到水泄不通，动弹不得。我们脚踏车用钻的用扛的都可以解决，我们的补给车就麻烦了，被塞在这段路不能动。我们的车灯跟外套全部放在补给车上，怎么办？让我先卖个关子，这次的塞车足以被载入台湾交通史史册的武林农场大塞车。也就是因为这次的塞车，后来武林农场在樱花季时一律管制，花季期间无通行证，禁止进入农场。骑过武林农场岔路口之后，还有一个坡要爬，然后会经过最恶名昭彰、最叽歪、最吵的路段。我们来算看看这边有几只狗狗。我算起来有6只狗狗。经过环山小七，这间小七的营业时间早上6点到晚上10点。我骑了脚踏车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不是全台湾的小七都是24小时营业的。如果平常自己要长途骑乘乱搞，一定要弄清楚沿路小七的营业时间。我有朋友半夜骑到环山小七时饥寒交迫，本来以为到这边就有小七可以补给，结果环山小七半夜没开，
当时他只有一个感觉，天已经塌了下来。到清泉桥了，清泉桥桥名的由来，主要是纪念徐州会战殉难的我的祖先邱清泉上将。这边要爬9公里才能到骊山。关羽，如果您平常觉得没人疼的话，那就来骑97850吧。太疼了，太疼了，受不了。对，骑完97850，保证您全身疼。全身疼，没错。下次不敢再来了。我们在骊山小七休息补给，这是骊山小七看出去的风景。经过大名鼎鼎的888路牌，谢谢工程人员让我们有安全的路可以骑。骊山到大屿岭基本上就是缓上坡，偶尔有一点点下坡可以休息。如果有体力时来骑这段很舒服，如果没体力时来骑这段真的觉得很叽歪，很迈克乔丹。别哭啦，路还很长啦。墨菲定律，如果骑脚踏车一定会遇到爆胎，那就一定会遇到爆胎。英文。Anything t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我们的冠宇胖姑了，我换胎，我可以学一下帮我。学长训话，我骑车菜鸟还不太。我代替卢哥训话。对，你要换吗？不是。好啊，不然就有带啊。你帮拿下。秋哥有带，还是来，帮拿下。不是叫他过来？没关系，秋哥没，他们应该快到了。没问题。哦，好。我们再开下来，学弟他就来了。学弟，要我学啊？你骑车这么久不会换胎？没有学过换胎啊。你看一下 K2 的频道好不好？啊，改天看一下。想说无内胎时代不用学换胎，无内胎还是要换，还是要换。无内胎可以硬塞内胎。哦，我师傅之前都跟我说，爆胎就上叫计程车，所以我就没有学过。这边天高皇帝远，哪里来的计程车？你是不是没有认真看我的频道？放双手脱手套，哪里出问题？哦，我没有拍教学影片，拍谁我的问题。对啊，没有开，我现在还不会放双手，用嘴巴咬。我在泰国10、50摔车，也没脱臼。你师傅多少？抱歉，大概20-30。我50摔车没有，所以要练肩。抱歉，现在回去打到南瓜肩。对，要练肩啊！练起来。我真的50摔车，我回去有看我的实战吧，我真的是50老领。这边扯东扯西搞了一阵子，结论就是冠宇骑车时想要脱手套，因为控车技术不好，摔车了，摔到肩膀脱臼。冠宇摔车后，后轮再被刺到一根钉子，爆胎了。然后被我发现冠宇不会换胎，然后我就开始训话了。我对冠宇训话了一番之后，我们在这边东搞西搞了一阵子，再次上路，骑到合欢山隧道了。骑出合欢山隧道就是大屿岭了。我有个想法，你听看看。我要跟子枫尬一下。可以。大逆不道的想法，大逆不道的念头。大家好，跟各位隆重的介绍我今天的作品 ，Everybody。我们在大屿岭稍微休息一下后，就要骑今天的最后一段路啦。大屿岭到武岭10公里。回到10年前武林农场大塞车的故事，那时候没有智慧型手机，通讯不发达，因为我们太爱耍帅，车灯跟外套都放在补给车上，天快黑了，脚踏车上没有车灯，身上也没有带外套，我们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只能傻傻的继续骑脚踏车。我只能顾好我自己，我掐指一算，我应该可以刚好在天黑前抵达武岭，到武岭后赶快滑回松雪楼避寒，等待补给车。有位学长就非常惨，在这段路已经骑不动了，只能牵车，又没有车灯，又冷，手机讯号又不通。当时那位学长对人生感到非常绝望。好不容易补给车终于来了，补给车看到那位学长时，只有一个感觉：行尸走肉。因为涉及个人隐私，我不能说是哪一位学长，绝对不是我们梅山口影片的主角苏玉文学长。苏玉文学长那次之后得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苏玉文学长再也没来过大屿岭了。
我在松雪楼附近等小熊哥。大家好，那个吓人企划，我现在在合欢山这边，松雪楼附近，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小熊，远远的那个红色安全帽、橘色安全帽小熊，去吓它，一镜到底了！来，快点，海过！吓人企划案，大家还是不要学好了，不然朋友之间会有分手的风险。听说新城信也常常在泰国使用这一招，可是我觉得这招是我原创的啊！把握一个原则，在快要接近朋友时，千万不能变档，不然很容易被发现。今天的最后一段路了，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身上穿的车裤。昂斗车裤非常好穿，整段97850都不用涂防摩擦霜。我实在无法想象长途骑乘可以不用涂防摩擦霜。我之前的骑车习惯都会涂防摩擦霜，所以我防摩擦霜都是10条、20条再买。可是自从我穿了昂斗车裤后，我发觉我这辈子已经不再需要防摩擦霜，只好把防摩擦霜拿去老学长单车的LINE群组送人，宣示我这辈子都要跟防摩擦霜分手了。97850将近12个小时的骑乘时间，完全没涂防摩擦霜，胯下完全没事情。2023年东山塔赛事超过19小时的骑乘期间还遇到下雨，我整路都穿同一条昂斗车裤，胯下完全没事情。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昂斗车裤一件定价6980元，请假 Zero Sport 官方网站，我会把链接放在影片说明栏。最后的最后了，吴正雄把他全部的爱都给我们了。97850骑完。跟各位隆重的介绍我今天的作品，吴正雄，教我。如果您觉得全身疼的话，如果您平常觉得没人疼的话，那就来骑97850吧。骑完97850，保证你全身疼。不免俗的，我们去跟武岭牌楼拍照，在武岭牌楼拍照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头不要去撞到武岭牌楼，会把武岭牌楼撞坏，有赔钱给国家的风险。我就说，我看事情是看比较远，这站子不是你们把那个武岭牌楼给撞坏。影片到这边结束，我们下次见。